如果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愿意回到过去吗？你会去做些什么事情呢？闲来无事的一天，大雄趴在栏杆上听爸爸讲起了那从前的故事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爸爸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眼前这条堪称脏乱差的小河里，鱼多的随手都能抓到。当然，这也就代表着这条河以前是一条非常漂亮清澈的小河，两岸排列着整齐的樱花树，每次到了花开的时节，便是一道绚丽的风景。远处那栋公寓附近，春天曾经是一望无际的河镇，以前这里很少会有车辆通行，大家可以安心肆意的在路上嬉戏打闹。虽然没有现在那么多精致的玩具游戏，但是转陀螺、打纸牌、耍木剑，这些便足够大家开心的玩上一整天了。当然，以前也不会有那么多呛人的汽车尾气排出，大家可以悠闲自在的生活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不用忙于考试作业。看着爸爸满心对过去的怀念，大雄的心中忍不住就升腾起了一股对过去的向往与憧憬。尤其是一想到过去没有那么多考试，他就恨不得立即插上2根翅膀飞奔过去。回到家后，他马不停蹄地对哆啦 A 梦表达起了自己心中的愿景，那简直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时代啊！如果可以生在过去，大雄就能每天玩到太阳下山；如果可以生在过去，大雄就不用去学校了。只是想想就让人忍不住有点小激动啊！哆啦 A 梦却直接倒起了冷水，真是一天天的都在想什么？过去哪有那么好呢？可问题来了，要是能够在哆啦 A 梦据理力争的时候知难而退，就不是大雄了。随着远处妈妈催促他做作业的声音传来，大雄无奈地坐在了书桌前，感慨起了时光的变迁。这个时候，哆啦 A 梦才恍然大悟，明白了大雄的重点。说白了，他就是不想做作业啊。可令哆啦 A 梦怎么也没想到的是，突然一个想法就蹦跶进了大雄的小脑袋瓜里。他3下5除2就跳进了抽屉，准备去前往过去的世界生活一段时间。哆啦 A 梦赶紧发挥起了育儿机器人的职责，对大雄表示起了劝阻，但是对不起，始末在过去的世界里，他是不可能活得下去的。这直接就触发了大雄的应激反应，真不知道怎么劝人，就别劝系列正式上线。不管哆啦 A 梦怎么摆事实讲道理，大雄依旧坚定着自己的信念，搭乘时光机去往了没有学校也没有作业的时代。就这样，随着天空上露出了一个大洞，大雄兴奋地回到了过去，满怀期待憧憬，甚至一落地就迫不及待地夸奖起了空气的清新。放眼望去，一望无际的绿，山上有着葱茏茂盛的杉树，山脚下的学校还没有建起，周围没有任何房子，静香家、小夫家更是没见着什么踪影。大雄好奇地张望着，很快就找到了商店街应在的位置，顺藤摸瓜，成功将河锁定。虽然现在根本就没有爸爸所说的樱花树，但是河水清澈见底，鱼儿成群结队。大雄毫不犹豫地脱掉鞋袜，踏进了小河。可是开什么玩笑，真以为过去的鱼都是笨蛋吗？哪怕大雄专心致志，立下了坚定的志向，但是没有家人和 buff 的他，依旧还是那个四肢不勤、五谷不分的主。身为天气之子，大雄瞧准目标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扑了个空。1次、2次、3次，大雄不断和鱼失之交臂。果然啊，有鱼和能抓到完全就是两码事啊！终于，随着最后1次，整个人咣叽一声砸进水里，大雄终于认命，默默爬上了岸。知难而退就是他最大的优点。可是就在他准备放弃回家的时候，哆啦 A 梦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脑子里。不争馒头争口气，大雄怎么能够轻易低头认输呢？他掉头就走，决意不管怎样，自己都要在这生活下去。哎，明明就一个人在无人岛待了10年啊，为什么大雄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？不过能不能别边走边掉技能啊？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大雄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的时候，一座村庄映入了他的眼帘。很快他就跑到了一座茅草屋前面，而让人怎么也没想到的是，大雄一波呼喊，发现无人回应的时候，竟然直接就登堂入室，在人家的地炉边上演了一个1秒入睡的神奇操作。很快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日薄西山，倦鸟归巢，一大一小2双脚突然出现在了大雄的头边上。666啊，朋友，胆子真大！要是放隔壁恐怖剧场，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好在大雄见过世面，是个有名的社交天花板。一觉醒来，他赶紧摆正态度，
向来了一波道歉，紧接着还假借迷路的由头，成功唤起主人的怜悯，顺利入住，开始蹭吃蹭喝。不过就在他感慨着过去人们的热情时，他的不容易生活正式进入了加载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吃食。哪怕主人家吃得正香，但是这粥那不是鸟类的粮食吗？大熊完全接受无能啊。至于鱼跟肉，对不起了，那是逢年过节的专供，普通人家可不能那么奢侈。没办法了，大熊只好妥协，却丝毫没有想到这仅仅只是个开始。过去的晚上，一吃完就准备入睡，没有电视，没有漫画，也没有灯油可以浪费。而就在大熊准备入睡的时候，他的身上突然痒了起来，他完全无法承受虫子大军的侵袭。好不容易度过一个夜晚，大熊突然从睡梦中惊醒，直接一跃而起，准备去上学。都已经回到过去了，那还有什么学要上啊？这个时候大叔已经下田去了，但还是给大熊准备好了早饭。是的，依旧是粥套餐一份。可大熊的好心情却没有受到丝毫破坏。吃完饭后，他开心地走在田野上，看见只吃了一点点的大叔正在辛苦劳作，还直接冲上前去，主动帮大叔干起了农活。不过干啥啥不行，废柴第一名，说的就是可爱的大熊同学啦。一下两下三下，没拿过锄头的他直接跪倒在地，大口大口喘起了粗气，连带着手上还起了大片的水泡。大叔顿时就给整无奈了，但也不能辜负大熊的一片好心啊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恰好大叔的女儿路过，大熊还是跟着他去做一些简单的活计吧。就这样，两人挑着水桶走在了田间的小路上，准备去河边挑水。不得不说，这波光脚女孩走在前面带路的场景，真是现实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啊！而令女孩怎么都没想到的是，大熊竟然连水都挑不动，战战兢兢，左摇右晃，最后摔倒出画。没办法了，看来生命属实是在于静止啊！最适合大熊的运动还是瘫在草地上畅想未来。但事情并没有结束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大熊再次陷入了饥饿，只得捂着肚子再次寻找起了大叔。只可惜以前可是只吃2餐的，现在天还没黑呢，做什么梦？可大熊却再也忍不下去了，直接就搭乘时光机回到家里，准备大快朵颐。大熊好不容易成功躲过哆啦 A 梦，找到了食物，却就在开心进食的时候被逮了个正着。没办法了，难道承认自己输掉了吗？大熊立刻坐上时光机回到了过去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大叔的女儿还在认真的干活，直接就拒绝了他一起玩耍的邀请，收拾房子、劈柴做饭。哪怕大熊什么忙也帮不上，也依旧没有离开。很快，大叔回到家里，和女儿讨论起了今年的收成。要是继续这么旱下去，水稻怕是不行了，他们一家的日子也会越发难过。交不起地租，大熊立刻提出建议，可以将河里的水引到田里灌溉，却直接遭到了拒绝。毕竟那条河是隔壁村的，这样做会引来很大的纠纷。大熊不由得陷入了沉思。而当天夜里，大叔就开始发热，大熊立马自告奋勇帮忙跑到隔壁的村里去请医生。这一去就得沿着小路跑上3里路，可是问题来了，日本的3里就是12公里啊！开什么玩笑，这不是难为他大熊吗？很快，随着灌木丛里那双红眼睛的闪烁，大熊摔倒在地，灯笼直接被烧成了灰烬。没办法了，大熊只好快速回家，哭着向哆啦 A 梦寻求起了帮助。哆啦 A 梦也是不负众望，一出场便拿出人工太阳，驱走了黑暗。再次被误以为是狸猫的他强颜不悦，立刻掏出医药箱，确诊了大叔的病情。肺结核在这个时代是治不好的，但是没关系，哆啦 A 梦不仅能治，还友情赞助了一波鱼肉罐头，这能帮助大叔补充营养，增强体力。可是这也太硬了吧，完全就不能食用啊！孩子，你的打开方式出现了错误啊！哆啦 A 梦一个示范，就把打开的罐头递给了大叔，这直接唤醒了他的味蕾，真是了不起的美味啊！接下来就是干旱的问题了。在大熊的请求下，哆啦 A 梦迅速拿出天气控制箱，插入了下雨卡片。很快，天空中就下起了瓢泼大雨。哆啦 A 梦还掏出了各种道具，万能水龙头、超级手套、爱好箱。这样的话，大叔他们的生活条件就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了。但是神农大人派来的使者也就罢了，狸猫什么的完全就不能忍啊！气得哆啦 A 梦大喊：
不过仅此一事，大雄终于明白，其实无论哪个时代，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的活着。就此，他立下了坚定的志向，得为了把自己的时代创造的更加美好而努力。不过，依旧是帅不过3秒。面对妈妈的作业攻击，大雄直接败下阵来，再次陷入了过去更好的怪圈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觉得过去好还是现在好呢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